2月10日，有外媒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提问称，中方并没有完成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的采购目标，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展开新的贸易调查，可能加征关税。这个外媒是哪国的呢？法国人，法新社的记者。法国人为什么跑到外交部的记者会上去问中美的贸易问题呢？这点有意思啊，很可能是替别人问的。对此呢，我们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，中方一向主张对于两国经贸关系中的问题，中美双方应本着相互尊重、平等协商的精神妥善加以解决。从自身单边利益出发进行威胁和施压，无助于解决问题，只能破坏双方互信和对话谈判的氛围。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说一说，为什么要在这个当口，美国要考虑展开对中国新的贸易调查，还可能加征关税。而且呢，美国人唯恐天下不知道，还在记者会上提了这个问题。当然了，美国人知道他自己问是不合适的。为什么不合适呢？当然是怕和中国硬顶上，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说啊。所以呢，请毫不相干的第三国记者帮忙提一提，既能达到目的，又不至于受不了场。众所周知啊，美国现在呢是通胀爆表，1月份的 CPI 已经高达 7.5% 了，创下了1982年以来的40年新高。我们也知道啊，美国的通胀高企，中国也是出了一份力的。去年中国出口美国的东西不算少，但是呢，价格也不算低啊。以往我们为了促进出口，国家给很多出口的产品给予退税的鼓励措施，现在取消了退税。要知道，这是美国在2018年又加征了关税的基础上，我们取消了退税。那么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价格就更高了，为美国的通胀添了一把火。当然了，美国的通胀主要是自己的原因我们只是顺便帮忙吹了吹火，结果呢，烧成现在这个样。按道理说吧，美国想要缓解一下通胀，把自己家的关税降下来才是正道。最近呢，美国41个跨党派的联邦参议员致函美国贸易代表戴奇，敦促他将一些中国进口产品排除在惩罚性关税之外。这说明美国人自己是有这种认知的，就是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价格其实都变成通胀的一部分了。但就在这个当口，拜登政府还要考虑展开新的贸易调查，甚至再加关税，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脑子被门挤了吗？肯定不是啊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我们就分析一下这里边的猫腻在哪儿。要分析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就要看美国的通胀。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的话，会发现一个不好的现象。美国现在呢，通胀是高，但是我们中国要想再吹吹火，效果已经不太大了。美国的通胀是在去年的5月涨起来的，那接下来1年多的时间，通胀都不会低。我举个例子，大家就明白了一个东西前年呢是卖1块钱，去年的5月涨到1块1，那通胀同比就是 10%， 对吧？去年跟前年同期比就叫同比。即使说这个东西不再涨价了，那去年5月份之后的通胀它都是 10%， 它不可能低，因为前年1年都是1块钱嘛，更何况呢，这个东西还在一直涨所以呢，通胀一旦涨起来，最少1年时间降不下去。那什么时候能降呢？到今年的5月份。因为去年5月物价已经涨起来了嘛，这个基数已经变高了。今年的5月和去年的5月相比，再加上今年5月美国可能已经加息了，就显得不那么高了，美国就有点底气了，这是第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就是现在美国的通胀已经开始转化了。以前呢，中国的产品涨价还能起一点作用，现在作用不大了。现在推动美国通胀的主要动力是什么呢？
燃油的价格、汽车的价格、食品的价格，这些因素呢，其实中国左右不了。原油、天然气的价格，中国左右不了；汽车的价格，中国的汽车在美国没什么市场啊。日本汽车的力量最少比中国要强大100倍，这一点都不夸张，左右不了。食品的价格就更别想了，美国是世界上最不缺食品的国家，它的食品价格上涨完全是自己作的，跟中国1毛钱关系都没有。所以您看啊，中国产品的价格高低呢，其实现在对于美国的通胀啊，它所起的作用已经没有那么显著了，这是第2个原因。第3个原因，美国人自己呢开始改数据了。2月8日，美国的 CPI 统计的权重做了调整，对于通胀影响大的种类啊，权重调降了。对于通胀影响不太大的种类呢，权重调上去。你要说调整 CPI 的权重啊，这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事儿啊，中国也调整过。说到这儿呢，咱们再插一个小话题吧。现在一说美国通胀啊，都是说1982年以来新高。1982年美国通胀达到了 15% 啊，但是当时 CPI 统计这里边是包括房价的，现在呢不包括房价。而去年美国房价的涨幅也是很大的，基本上都涨了20-30%。如果说按照82年的方法计算，美国现在通胀啊最少也是10%。但是我们不能说美国调整的不对啊，这是一个正常的操作。但是这么一调整，很明显呢，有利于通胀的数字不会那么吓人了，说不定2月份的通胀啊就会走平，甚至呢还会低一点。说完美国了，我们转回头咱们说中国啊。我们都已经知道了，外贸出口不会像去年这么一直好。高层也说了啊，做好预期转弱的准备。今年的外贸出口会遇到不小的挑战，原因很简单呢，如果说疫情已经这样了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呢也都已经躺平了，那么今年很可能他们就群体免疫了，世界经济呢也就可能重新回到正轨上。其他国家的生产力一上来，对我们的外贸出口肯定是有竞争的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外贸出口有转弱的趋势，我们的经济增长又不能下降太多，那只有2个办法嘛，依靠投资和消费。3驾马车嘛，一匹马慢了，那2匹马就得跟上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会看到一个消息啊，1月份我们的新增涉农规模 6.17 万亿元，同比多增了9842亿元，数据大幅超出市场预期的同时，创出了历史新高。涉农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全社会所有的融资啊，包括我去银行贷个款，政府发个债，企业呢借个钱，或者是增发股票融资等等，就所有融到的钱新增了 6.17 万亿，破了记录了。那么融这些钱干什么呢？就是2个用途，投资和消费。比如我贷款买房了，那这就是消费嘛。政府发个债，搞城市建设，这就是投资嘛。企业要扩大生产，增发个股票或者找个银行贷款，这也是投资。所以说呢，新闻呢一定要连起来看。我们知道出口不能再寄予厚望了，必须要转向国内发力，依靠投资和消费。那难道美国不知道吗？他肯定知道啊。在这个当口重提贸易纠纷，美国知道对他的影响啊不会太大。那对中国的影响呢，多少会有一点雪上加霜的效果吧。那么美国真的会对中国重启贸易战吗？首先不能太乐观呐，不能完全的排除这种可能。现在呢，美国是真的把我们当成一回事了。如果说能造成我们损失800的话，那他宁愿损失1000的。
毕竟现在美国的血槽啊还比我们厚。但是呢，我还是愿意更多的把这个消息看作是美国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，而且呢，这个筹码不是主要让我们去做出多大的让步，我们也不可能有什么让步啊。更重要的是做给美国国内自己看的。毕竟啊，今年的下半年要进行中期选举，搞不好民主党政府就会成为跛脚鸭了。这姿态还是要做出来的。另外呢，这也符合美国的一贯风格呀，就是我先打一耙再说。明明是有求于你，我先刀枪棍棒的挥舞一番，然后呢，一个很正常的结果就显得美国占了便宜了。这一招呢，在安克雷奇已经用过了，而且呢，被杨主任给怼回去了。现在还是不长记性。也有一种可能啊，就是中俄刚刚发表了15个深化合作的历史性文件，美国可能是表达不满吧，这是一个回应啊。总的来说吧，不是个什么大事，有本事呢，你真加关税，我估计他也不敢。但是从这个消息的分析来看呢，我们今年的任务还是非常艰巨的。我们去年4季度的 GDP 增长已经降到了 4%， 今年的开局是在 4% 的基础上展开的，要想实现全年 5% 以上的增长啊，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。而美国的经济增长预测还是很不错的，多家机构都给出了 3.8% 的预测。如果说我们5个点，美国 3.8 的话，那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与美国的增长差距啊最小的一次。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，因为这意味着我们的 GDP 超过美国，又要至少拉长2年的时间了。最后吧，给大家一点建议啊，今年呢，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些宽松方面的消息，比如说社融数据、LPR 中期借贷便利的中标利率，还有 M2 的增幅。世界呀太不平静，我们为了保增长，很有可能会有一些非常手段，这都能在这些数据里边体现出来，对我们的投资和生活都会有前瞻性的指导意义。